鱼雷的制造有多难？世界上哪些国家拥有制造鱼雷的能力？鱼雷与反舰导弹谁的威力更大？鱼雷在现代战争中的意义有多大？核武器从诞生之初就是各国极其重视的武器，也被军迷朋友们常常谈论到。但其实还有一种被大家忽视的武器，其同样具有强大的破坏性，并且在某些场合上能比核武器发挥出更加有效的效果，那就是鱼雷。鱼雷这种能在水下自动航行、制导、攻击水面或水下目标的水中武器，可以由潜艇、水面舰艇和飞机携载，其使用广泛，可以用于攻击潜艇、水面舰艇以及其他水中目标，并且鱼雷可以自动搜索攻击目标，具有良好的隐蔽性，抗干扰能力也十分出色，同时命中率高，爆炸威力大，是世界各国海军主要的攻击武器之一。外界一直传闻能制造鱼雷的国家比能制造核武器的国家还少，准确点来说是地球上能独立研制全系列鱼雷的国家比较少。据了解，只有9个国家拥有此项技术，分别是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5常国家，以及德国、意大利、瑞典和日本极少数国家，一双手就能够数完。可能对此大家会有些疑问，鱼雷应该是世界各国海军标配的武器之一了，像印度、韩国、朝鲜等国家都有鱼雷，怎么可能只有9个国家能够制造鱼雷呢？其实除了上述9个国家以外，其他国家并不具备自主研发制造鱼雷的科研水平，大多是通过采购他国的鱼雷，还有一部分是能够生产鱼雷，但自身并没有能力研制鱼雷。那么鱼雷的研发制造到底有多难？其实理论上来说，鱼雷并不难造。极端点来说，一个掌握鱼雷制造方法的人，弄个小作坊都可以研制出一款鱼雷。但是能不能用和好不好用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花了大价钱和时间研制出来的鱼雷并没有实际效果，那还不如不造。在第2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海军的鱼雷就非常不好用，不是引信不炸，就是定身不准，在战争上发挥不了作用。所以研制鱼雷不难，难的是研制有效果又先进的鱼雷。所以完全自主研发制造鱼雷是一个难以逾越的技术门槛。相比起研发导弹，研发鱼雷，特别是重型鱼雷的技术难度要高很多。能否研制出先进的鱼雷，也从侧面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科研技术水平。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美国一枚高配置的战斧巡航导弹的价格大约在150万美元，而一枚 MK48 鱼雷的价格大约在450万美元。为什么鱼雷会比战斧导弹贵了3倍？MK48 鱼雷是上世纪美国为对付性能日益先进的苏联潜艇，投资了67亿美元而研制出的重型鱼雷。MK48 重型鱼雷只能由潜艇装载，是攻击型潜艇的主要反潜和反舰武器，同时也是战略弹道导弹和潜艇的主要防御性武器。这种重型鱼雷的潜水深度可以达到1000米，而鱼雷能够感应潜水深度就是源于鱼雷上的铂氢铜弹簧，而能够制造铂氢铜弹簧的国家全世界不超过8个，比有核国家还少。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一个小作坊都可以制造出鱼雷，没有铂氢铜弹簧片那也是鱼雷，但是不好用啊。同样的，鱼雷的陀螺仪制造水平要求也比导弹的要高很多，并且制造成本也要贵上不少。鱼雷的发动机与螺旋桨的制造工艺也比导弹的火箭发动机和小型涡轮机工艺要求要高得多。这也就是为什么平常在训练鱼雷发射时还要将发射的鱼雷回收，不然这训练成本也太大了。而鱼雷的元器件或零件有如此高的工艺要求，与鱼雷工作或执行任务的恶劣环境有关系。在深海中，水压变化非常大，潜艇在潜深300米的地方发射一枚鱼雷，几分钟之内鱼雷就得上浮到5米到10米的地方，或者水面舰艇攻击潜艇发射一枚鱼雷，几分钟之内又得下潜到水深500到600米的地方。这种剧烈变化的水压对于鱼雷各方面的零部件都有着极高的要求，很少的材料能够支撑得住如此快速的水压变化。所以鱼雷的耐压和制造水平要求极高，这是导弹完全不能比的。既是水下武器，又能够用于水上的舰艇和潜艇，鱼雷的研制复杂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这其中包括高压力环境研究、变水深度工作研究、结构力学、材料学、燃烧技术研究、精密加工工艺、精密控制系统等一系列高精尖的科研领域。可以说，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精密的军工生产技术，要研发出有效的鱼雷，简直是难于上青天。我们前面提到过，鱼雷在工作的过程中可以自动搜索攻击目标、自动航行、自动制导，这也是鱼雷研制的重难点之一。针对现代化鱼雷来讲，对于此前那些无制导的直航鱼雷，要研制出来的难度要小得多，但要研制先进鱼雷，就避不开鱼雷的水下制导系统和水下导航系统。要让鱼雷准确命中目标，并且还是在深海这样一个复杂恶劣的环境下，就不仅仅要精准地搜索目标位置并锁定，还要让鱼雷能够自动识别水中的障碍物并规避掉。要达到这一目的，对于鱼雷的指导系统和导航系统来说，难度就非常大。所以鱼雷的指导和导航一般都采用主动与被动相结合的方式，包括尾流制导、声音制导、线制导等。这种多种制造方式相结合的方式，才能让鱼雷在水下完成打击任务，而导弹的制导则不需要这么麻烦。因为导弹在空中飞行的过程中存在障碍物的几率很小，要研制导弹的导航和制导系统也就相对简单一些。中国的鱼雷发展是要比核弹晚的。当核弹的研发已经处于最后的试验阶段时，中国鱼雷的研发甚至还没有开始。随后，中国海军将两挺一雷作为军事装备发展的重点。两挺指的是以鱼雷为主要武器的潜艇和鱼雷快艇，一雷顾名思义指的就是鱼雷。所以，在中国海军发展的初期阶段，鱼雷具有重要的发展意义。但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足够的科研技术水平自主研发鱼雷，于是向前苏联购买了大量的鱼雷和鱼雷快艇，组成了新中国海军第一批鱼雷快艇部队。随后，中国以从苏联引进的53型苏联鱼雷为技术基础，自主研制出了第一颗鱼雷，也就是鱼1型鱼雷。在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发展，中国的鱼雷研制已经从鱼1型鱼雷到了鱼10型鱼雷。鱼10是中国在鱼雷研发制造领域多年探索研究的集大成者，整体技术指标也已经进入了世界先进水平行列。而鱼10之所以能有如此大的成就，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在鱼10的远程控制上采用了高速光纤制导。随着技术的发展，信息通信技术也愈加成熟，现代鱼雷对于信息传输的抗干扰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而高速光纤制导就具有信息传输量大、抗干扰能力强、隐蔽性好等一系列的优点，让中国的鱼雷10在进行目标打击任务时，能够更加快速精准地锁定摧毁敌方，